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你推荐一本可能彻底改变你育儿观念的书《父母的语言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达让·萨斯金德博士，他是一位杰出的儿童发展研究专家，致力于研究儿童早期语言环境对孩子大脑发育的影响。萨斯金德博士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父母的语言是孩子大脑发育的营养剂。它不仅塑造着孩子的思维模式，更影响着他们未来的学业成绩、社会交往能力以及情感发展。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是否曾经意识到，你每天对孩子说的话，可能会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？或者，你是否曾想过，某些简单的语言习惯，可能会在无形中限制孩子的潜能？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。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·温弗瑞 （Oprah Winfrey） 在一次采访中提到，他小时候家境贫寒，母亲独自抚养他，生活非常艰难。然而，他的母亲有一个习惯，每天晚上都会给他讲故事，并鼓励他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奥普拉回忆说，正是这些日常的对话和鼓励，让他从小就对世界充满了好奇，并培养了他出色的表达能力和自信心。最终，这些品质帮助他走上了成功的道路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父母的语言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流工具，它更是一种强大的教育力量。正如父母的语言中所言，父母的语言是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，它比任何昂贵的早教课程都更有价值。接下来，我将为你详细介绍父母的语言中的核心理念和重要习惯。这本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心理学原理，还给出了具体的应用方法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语言的力量来培养孩子的潜能。3T 原则，与孩子有效沟通的基石。父母的语言最核心的理念之一，就是3T 原则。这3个 T 分别是：1. 充盈调频，与孩子关注的事物保持同步； 2. Talk more 多说，与孩子进行大量且丰富的对话； 3. Take turns 轮流说，鼓励孩子参与对话，进行互动交流。1.1 调频 Tune in， 调频意味着我们要关注孩子的兴趣和注意力所在，与他们正在关注的事物进行交流。萨斯金德博士指出，当父母能够与孩子关注的事物保持同步时，孩子会感到被理解和重视，这有助于建立更紧密的亲子关系。例如，当孩子正在专心玩积木时，你可以通过描述他们的行为来与他们调频。我看到你在搭一个高高的塔，你打算怎么搭呢？这种对话不仅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，还能激发他们的思考和表达。1.2 多说 Talk more， 多说意味着我们要与孩子进行大量且丰富的对话。研究表明，孩子在早期听到的词汇量越多，他们的大脑发育就越充分。萨斯金德博士在书中引用了一项研究，该研究发现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3岁前听到的词汇量，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少3000万个单词。这巨大的差距直接影响了孩子的语言能力、认知发展和学业成绩。为了增加孩子的词汇量，你可以尝试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对话或平行对话。例如，在做饭时，你可以描述你的每一个动作。我现在在切西红柿，等一下我们要加盐和胡椒。这种对话不仅能增加孩子的词汇量，还能帮助他们理解因果关系和事物之间的联系。1.3 轮流说 Take turns， 轮流说意味着我们要鼓励孩子参与对话，进行互动交流。萨斯金德博士强调，对话是双向的，只有当孩子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时，他们才能真正从中受益。例如，当孩子从幼儿园回来时，你可以问他们，今天在幼儿园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，然后认真倾听他们的回答，并给予积极的反馈。这种互动不仅能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，还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社交能力。语言的丰富性，构建孩子认知世界的桥梁。除了3T 原则，萨斯金德博士还强调了语言的丰富性对孩子认知发展的重要性。他指出，丰富的语言环境能够为孩子提供更多的认知刺激，帮助他们构建更复杂的思维模式。2.1 描述性语言，描述性语言是指用丰富的词汇和详细的描述来表达事物。例如，当你带孩子去公园时，你可以用描述性语言来介绍周围的环境。看，那边有一棵高大的橡树，它的叶子是绿色的，形状像手掌。这种语言不仅能增加孩子的词汇量，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世界。2.2 解释性语言，解释性语言是指用因果关系来解释事物。例如，当孩子问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时，你可以用解释性语言来回答，因为阳光穿过大气层时，空气中的分子会闪射蓝光，所以天空看起来是蓝色的。这种语言不仅能激发孩子的好奇心，还能帮助他们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。2.3 开放性问题，开放性问题是指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，它能够鼓励孩子进行思考和探索。例如，你可以问孩子，如果你是小鸟，你会飞到哪里去？
这种问题不仅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，还能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。3. 情感引导，培养孩子情绪管理能力的关键。父母的语言还强调了情感引导的重要性。萨斯金德博士指出，情感引导是指帮助孩子识别、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并引导他们以健康的方式处理情绪。3.1 识别情绪。首先，父母要帮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。例如，当孩子生气时，你可以说：“我看到你很生气，是因为积木塔倒了，对吗？”这种对话不仅能帮助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，还能让他们感到被理解和支持。3.2 表达情绪。其次，父母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。例如，你可以告诉孩子，当你感到生气时，可以告诉妈妈或爸爸。我们一起想办法。这种对话能帮助孩子学会用语言来表达情绪，而不是通过发脾气或攻击性行为来发泄。3.3 调节情绪。最后，父母要引导孩子学会调节情绪。例如，当孩子感到沮丧时，你可以教他们深呼吸或做一些放松练习。这种方法能帮助孩子学会以健康的方式处理负面情绪。4. 鼓励与表扬，塑造孩子积极自我认知的利器。父母的语言中还强调了鼓励与表扬的重要性。萨斯金德博士指出，有效的鼓励和表扬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，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。4.1 具体而真诚的表扬。表扬要具体而真诚。例如，当孩子画了一幅画时，你可以说：“我喜欢你画的这幅画，尤其是这朵花，颜色非常鲜艳。”这种表扬不仅能让孩子感到高兴，还能让他们明白自己哪里做得好。4.2 强调努力而非天赋。表扬要强调努力而非天赋。例如，当孩子取得好成绩时，你可以说：“你这次考试考得很好，是因为你一直很努力。”这种表扬能帮助孩子明白，成功是通过努力获得的，而不是因为天赋。4.3 鼓励成长型思维。鼓励要培养孩子的成长型思维。例如，当孩子遇到困难时，你可以说：“我们一起想办法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。”这种鼓励能帮助孩子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并愿意不断尝试和挑战自我。5. 案例分析 3T 原则的实际应用。为了更好地理解 3T 原则的实际应用，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。小明是一个5岁的男孩，他非常喜欢玩拼图。一天，他正在专心拼一幅100片的拼图，但总是拼不对。春令营调频，妈妈注意到小明对拼图很感兴趣，于是她坐在他旁边，说：“我看到你在拼一幅拼图，这幅拼图看起来很有挑战性。托姆尔多说。妈妈接着说：“这上面有蓝天、白云和草地，你觉得哪片拼图应该放在这里？”通过提问，妈妈鼓励小明思考和表达。3. Take turns 轮流说。小明回答：“我觉得这片蓝色的应该放在这里。”妈妈说：“好主意，我们试试看。”然后，他和小明一起尝试把拼图拼上去。通过 3T 原则的应用，小明不仅完成了拼图，还学到了新的词汇和解决问题的技巧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感受到了妈妈的关注和支持，这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和安全感。通过以上对父母的语言的详细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父母的语言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强大的工具之一。它不仅影响着孩子的认知发展、情感表达和社交能力，更塑造着他们的未来。